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成功收服3000焰炎火，离开仙域后回到圣丹城，玄冥宗的人却是气势汹汹地找上了门。丹塔之外的广场处，玄冥宗的人正在与丹塔众人对峙。陈宗主，这里是丹塔，你如今带着这么多人杀气腾腾的来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丹塔大长老丘陵道：我儿死于萧炎之手，今日老夫狠话也就放在这里，我就是来找他去跟我儿子陪葬的。怒视着丘陵，玄冥宗宗主陈天南冷声道。丘陵闻言眉头一皱，试图让陈天南讲道理，去找木谷那个老杂毛报仇去。陈天南却是咬死了萧炎也是凶手之一，让丹塔交出萧炎。双方正僵持不下之时，一道身影缓缓自陈天南身后行出。丘长老，好大的威风！不管怎么样，玄冥宗也算是我天冥宗的下三宗之一。若是一宗之主之子的仇都不能报的话，那日后还会有谁信服我天冥宗？出生之人名为奕晨，号称是天冥宗这100年之内最为优秀的弟子，以其出色的实力以及狠辣的手段，稳坐天冥宗未来宗主之位。江湖人称一修罗，如今实力已经达到了斗宗巅峰。认出奕晨的吃瓜群众们窃窃私语，奕晨毫不在意，脸上笑容不变，接着道：父亲为儿子报仇本应是私事儿，但若是丹塔执意要护着萧炎，那么在魂殿与丹塔的对战之中，一直处于中立的天冥宗很可能不再保持中立。奕晨威胁的话语让得丘陵变了脸色，但这并不足以让得他动摇。这种话奉劝阁下还是少说为妙。再者，以陈宗主的身份却对于晚辈出手，传出去面子怕也是有些不好看吧。丘陵沉声道。陈天南闻言冷笑一声，正要上前，却被奕晨拦住。既然丘长老如此说，看在丹塔的面子上，今日我们不强行要人。语毕，奕晨勾起一抹森然笑容，旋即用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接着道：那在下今日便在此处摆擂，请那位获得丹会冠军的萧炎朋友出来略作切磋，不知这位声名大噪的丹会冠军可有胆量接下来？奕晨说这话那叫一个有水平，萧炎不出来的话就是有亏冠军之名，若是出来应战，那正好趁机弄死。丘陵暗骂奕晨好手段，旋即就想出声呵斥，萧炎却是缓缓现身道：这擂台我接下了，萧炎不要接受他的挑拨，这奕晨不是善于之辈。丘陵连忙劝道，但萧炎心意已决，陈伯，我来代替你出手应该可行吧？奕晨偏过头看了一眼陈天南，只要你能杀了这小子，日后宗主选举之时，玄冥宗便站在你这边。陈天南阴冷道。闻言，奕晨脸上笑意渐浓，旋即脚步轻踏，便是到了广场中央。从星宇出来后，萧炎便是再未出手过，如今有人送上门来当视角时，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。脚步微动，萧炎便也是到了广场中心。下一瞬，一个足有20丈左右的石台拔地而起，以此台为界，出现者输。奕晨如此说道。实际萧炎点头之后，奕晨上来就是狠招，一记嗜血化骨手就想将萧炎体内的血液强行扯出。感受着那仿佛要破体而出的血液，萧炎眼神一寒，旋即运转3000灵犀火，顺着吸力就送了出去。下一瞬，阵阵白烟升腾而起，还伴随着些许肉响。低头看了看掌心处的一片焦黑，奕晨庆幸自己撤得快，不然这手就彻底废了。眯了眯眼，奕晨又使出了2.0版本血爆，浓郁的血芒猛地自奕晨掌心处爆涌而出，旋即一股奇异的波动迅速扩散，只一眨眼间便是将萧炎彻底包裹。此人一身邪功，倒也有着2把刷子。压下体内沸腾的血液，萧炎暗道，旋即肩膀猛地一震，紫褐色的火焰迅速包裹住自身。奕晨扯动血液，却连萧炎的身形都没能扯动一下，终于是开始认真了起来。奕晨使出了天冥宗的独门秘法凝血大法，蒸发自身血液，获得短暂的力量爆发，随后脚下一跺，手成爪形，直取萧炎心脏。萧炎，到此结束了，将你的血肉交给我。看了看满身血腥的奕晨，萧炎不装了，9星斗宗的实力暴涌而出。不等震惊的奕晨反应，一道包裹着紫褐色火焰的拳头便是瞬间撕裂空间，狠狠地与其手爪撞击在了一起。对抗并没能持续多久，随着强悍的劲风散去，奕晨连退了好几步，方才稳住身形。场中顿时一片哗然。9星斗宗，想到自己来前得到的萧炎只有4、5星实力的情报，奕晨简短的愣了一下后，更是坚定了想要杀死萧炎的决心。天冥宗那能够靠吞噬人血肉而获得斗气的邪异功法虽然强，可却是难有善终。他拼了后半辈子的生命力，方才得到如今的实力，凭什么萧炎比他年轻，还这么强？强烈的嫉妒使得奕晨的双眼变得通红。死子，今日必杀！奕晨双手猛地一握，一柄血色长枪在其掌心汇聚，随后身形一闪，突然消失。
奕晨再次出现时，就是一枪朝着萧炎的脑袋戳去。察觉到奕晨的进攻，萧炎不慌不忙又移一步，一击落空。奕晨又使出了七杀枪，密密麻麻的血色枪影朝着萧炎的身体要害之处扎去，声势极其浩大。结果一枪没中不说，还被萧炎用2根手指夹住了枪头。以往与他交手的那些九星斗宗，在他的攻势之下，几乎连还手的余地都不曾具备，更遑论直接被人将枪尖给夹住。意识到萧炎的棘手，奕晨果断放弃长枪，化为血影，一记血煞掌直接近身攻击。萧炎见状一声冷笑，旋即将3000连心火化为小火龙，对上了他的血掌。几次三番的施展手段，都是未曾对萧炎造成半点伤害。奕晨怒了，终于是放出了他最后的底牌——天明宗的正宗斗技之一——天明修罗手。奕晨对自己的这一掌极其有信心，因为当初与一名斗尊巅峰的强者交手，后者也是死在他这一掌之下，所以颤抖吧萧炎。带着这样的心情出招的奕晨怎么也没想到，萧炎看到这一掌的表情竟然是兴奋。地印诀3印叠加起来是萧炎刚琢磨透的，失手的人就这么撞了上来，能不兴奋吗？2掌相撞的那一刻，那将近20丈庞大的石台直接湮灭。虽然有强者及时化解了2人造成的恐怖劲气，但一些靠石台较劲的人还是吐血倒退。那么这场战斗的结局到底如何呢？伴随着一道拳头落在肉体之上的低沉声音，奕晨的身影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。烟尘散去过后，衣衫整洁的萧炎同披头散发的血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缓过劲儿，看到冲着自己微笑还拱着手说承让的萧炎，奕晨气的又是一口鲜血喷吐而出。望着那面色铁青的奕晨，萧炎笑眯眯的摸了摸藏在手心的那剑。没错，正是刚刚交手之时，萧炎从奕晨手指上强行拔下来的。将那剑还来！目光赤红的瞪着萧炎，奕晨凶狠的道：“就当是一点利息。擂台之赛你已经输了，现在可以带着你的人滚了。”闻言，奕晨本就难看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一旁的那陈天南看了看惨败的奕晨，琢磨着借题发挥的可能性。现在的局势很明朗了，自己与萧炎已经不死不休，而萧炎不仅实力强，炼药术也强得不像话。真要等萧炎成长起来，自己哪里还有活路？想明白这一点的陈天南来了个突然袭击，一副要为奕晨讨回公道的样子，一边出手一边大声宣布萧炎没有教养，居然抢别人的东西。要不是众人看着他狠辣的恨不得将萧炎的脑瓜当成西瓜捏爆的模样，或许就信了他的鬼话。陈天南一代宗主出手偷袭小辈的事出乎了众人的意料，秋林根本来不及救援。眼看着陈天南就要击中萧炎，一道暗金色的身影拦住了他，并朝着他的脑袋轰了一拳。慌忙一掌硬接了这一拳后，陈天南身形急退。斗尊级别的傀儡，看清楚攻击他的东西后，陈天南只觉得浑身冰凉。然而让他更冰凉的是，下一瞬，小医星与天火尊者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。陈天南很清楚，光是那傀儡都够他喝一壶的了，自己带来的这些人根本就不够别人杀的。这下好了，打也打不过，抢也抢不过。此番兴师动众的来，目的没达到也就算了，还给别人提供了茶前饭后的免费笑料。萧炎这一巴掌甩得有够响亮。闹够了就滚吧，再胡搅蛮缠惹得3位会长看不下去了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秋林大张了道。听到这话，陈天南脸色一变，却没敢吭声。奕晨不想放弃自己的那剑，最后的最后，还是玄一出场震慑住了陈天南与奕晨。陈宗主，这场闹剧今日也该收场了。说是再闹下去，那也不要怪丹塔不讲情面。还有，奕晨，你若是能够代表天明宗从此与丹塔为敌的话，便可立刻回去。我倒是要看看天明子会如何回答你。看着眼前目光寒煞、颇具威严的玄一，陈天南一行人只得是灰溜溜的走了。看着他们远去后，玄一才转过身，忍不住的吐槽了萧炎几句，意思是这种事不需要萧炎出面，其人自会帮着挡下来。萧炎却是表示自己无法容忍别人在他的雷区蹦迪。玄一有些无奈，萧炎竟然跟药尘一个脾性，摇了摇头后转身便是对着丹塔之内行去。只是在与萧炎擦身而过之时，一道密语传进了后者的耳中：进来吧，关于药尘关押的情报到手了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您来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年代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